有个事情说起来也挺可笑的，因为怕美国窃听，所以这欧洲外长们啊，他要研究一下对华政策的时候，他就要钻到欧洲郊区的一个古堡里边进行秘密开会啊。那密谋的结果呢，那还是要和中国搞好关系。但是如果他们预设前提的话，那可就是一厢情愿了。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我们中国欧洲事务特别代表李辉大使呢，将赴乌克兰、波兰、法国、德国和俄罗斯5国访问。那么欧盟27位外长呢，就中国问题展开了讨论，要商量出一致的对华政策。俄乌冲突以来啊，欧洲虽然和美国站在一起，但是他也深深地感受到了美国对欧洲的各种钳制。你只要有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或者说你都没做什么，美国觉得他要利益最大化的时候，那美国对盟友下手那也是绝不含糊，非常的狠。你看德国的北溪天然气管，那说炸就炸了啊！美国对欧洲政要监听，那更是公开的秘密。所以呢，对美国啊，欧洲这边也是要小心才行。这欧盟的27国外长，他要讨论一个对华的政策，这肯定是个大事儿啊。那欧洲对中国的态度和美国呢还不太一样，而且有些话呀，他们心里也明白，这个要悄悄的说，不能让美国人知道。可是这美国的监听是无处不在，那怎么办呢？大家商量商量，一商量啊，有办法了。这27国的外长也挺有意思的，他们分头坐公共汽车到斯德哥尔摩郊区的一座17世纪那个古老的大城堡里边去了哈。因为这城堡里啊，它没有电话啊，也没有其他的电子设备。然后呢，他们就自己把自己反锁在这城堡里边，咱们一起开会，一开就开了4-5个小时。你看看这都被逼到什么样的程度吧？你说这堂堂正正的欧洲外长们，那居然在美国面前还要偷偷摸摸的搞这个地下工作。最后呢，这些外长们商量出一份对华政策的立场指导性文件啊，大致内容呢是有3方面。第一呢，尽管他们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是越来越强烈了，但是欧洲还是要继续和中国接触啊，保持良好的关系。这话说的吧，你要说我们坚持民族的自主，那是确实是没错没毛病的。而你要说我们意识形态强烈，意识形态为政治第一，这就完全说反了。咱们就看这1年多来，你看谁才是真正的意识形态的极端化呢？那不是欧洲吗？欧洲几乎就在这方面就极端化了。我们中国反而更加是强调务实。第二呢，欧洲认为啊，他们这个欧盟应该要包容一些，因为这欧盟它就像一个大帐篷嘛，容得下这个极端反华的立陶宛和对中国友好的匈牙利的国家。因此呢，欧洲需要有弹性的对华政策。第三呢，他们认为啊，俄乌冲突对欧洲来说呀，那是一个生存威胁。那中国需要利用影响力去结束俄乌冲突，否则呢，这中欧关系它不会更好啊。他们还认为中国的中立带有亲俄的色彩，如果中国明确支持俄罗斯的话，那就无法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也欧洲说这些话，其实还是没有脱离开它意识形态的束缚。你需要中国来帮这个忙啊，你现在还要加这么一些条件进来，那肯定是做不成的嘛。我们中国坚持中立政策，那第一呢，是因为我们要承担起一个世界大国的责任，这是一个大国的担当。第二呢，我们也是从我们的现实利益这个出发呀我们需要在这个俄乌之间啊要居中平衡。欧洲你想求助我们中国去调和俄乌问题，那你就要抛开这个成见，不能预设前提，否则你欧洲自己的路子会越走越窄。